1990年，美国 Boston，一个46岁的男人在事业的最高峰宣布退休。在那之前的13年，他管理一支叫 Magellan 的基金，把它从1800万美元做到140亿美元，成长了将近800倍，是当时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基金。13年，平均每年的回报 29%。如果你在他接手那天投进去1万块，13年后会变成大约27万。这个人叫 Peter Lynch， 但真正让几千万人记住他的，不是这串数字，而是他说的一句几乎冒犯了整条 Wall Street 的话。他说，你一个每天上班逛卖场的普通人，其实比那些西装笔挺的专家更有机会选到好股票。今天这支影片要拆开这本把投资交还给一般人的经典，彼得林区选股战略。在这本书出现之前， Wall Street 一直告诉你一件事，投资是专业的人才能碰的事，你最好把钱交给我们，自己别乱动。Peter Lynch 是第一个大声说不对的人。他说，你每天在用的东西，你常去的那家店，你工作的那个产业，那些全都是你选股的线索，而且这些线索你往往比 Wall Street 的分析师早好几个月就看到了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拿到3个关键字：买你懂的、10倍股，还有为什么真正的功课比任何名牌都重要。我们先回到故事的起点。1944年 Peter Lynch 出生在 Boston 一个小康家庭，但在他10岁那年，父亲因为癌症过世了，家里的经济几乎一夜之间就垮了。为了帮母亲分担，少年的 Lynch 跑去一家高尔夫球场打工，帮那些有钱的会员提球带、捡球、跑腿。就是在那片球场上，他上了人生的第一堂投资课。因为那些会员一边打球一边聊的全是股票，他在旁边一句一句的听，别人在闲聊，他在学习。上了大学，他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人生第一支股票，一家在越战时帮军方运送货物的航空公司 Flying Tiger。 后来这支股票整整涨了10倍，光是这一支赚到的钱就帮他付掉了 Wharton 商学院的学费。一个从球场边听来的兴趣，最后把他一路带进了基金界最顶尖的公司 Fidelity。 1977年33岁的 Lynch 接下了一支当时没什么人看好的小基金 Magellan， 那时候他手上只有1800万美元。接下来的13年 Lynch 变成 Wall Street 最有名的工作狂，他一年要拜访好几百家公司，打出去的电话多到数不清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在投资这件事上，翻开最多石头的人就会赢。所以他不停地翻石头。他说，你看10家公司可能找到1家有趣的，看100家就能找到10家。别人一年看几十家，他一年看上千家。13年下来，他把 Magellan 从1800万一路做到140亿美元，平均每年的回报是 29%， 远远超过大盘。这支基金变成了全世界最多人买，表现也最好的传奇。那么 Peter Lynch 到底是怎么选股的？他的方法可以拆成4件事。第一件，也是最有名的一件，买你懂的。Lynch 有一个流传到今天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他的太太 Carolyn 从超市回来，兴奋地跟他说，他买到一款超好穿的新丝袜，牌子叫 Legs， 就摆在收银台旁边，用一个蛋形的盒子装着。Lynch 一听，立刻去查这个牌子背后的公司 Hanes。 他发现这家公司用了一个别人还没抄走的卖法，把丝袜进了每一家超市。后来这支股票成了 Magellan 早期最大的赢家之一。重点是，最先发现它的不是哪个分析师，而是一个逛超市的太太。第二件事，10倍股。Lynch 给那种会涨10倍的股票取了一个到今天都还在用的名字 10 bagger， 10倍股。他说，你的一生只要抓到几只10倍股就够了。第三件事，把公司分成6种，从成长很慢的牛皮股，稳稳赚钱的大公司，到成长飞快的小公司，跟着景气上上下下的循环股，从谷底翻身的转机股，还有手上资产被低估的资产股。不同种类的公司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。第4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。Lynch 说，如果你连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都讲不清楚，那你买的就不是股票，是乐透。Lynch 真正颠覆 Wall Street 的是这个想法。一个业余的散户其实握有专家没有的优势。你想想看，
你在哪一个产业上班？你家附近哪一家店天天大排长龙？你的小孩最近疯哪一个牌子？这些事你都比 Wall Street 的分析师更早也更清楚的知道。当分析师还在等财报的时候，你可能早就先看到了。Lynch 自己最赚的好几只股票几乎全是这样来的。他在加州出差，吃到一个好吃到不行的卷饼，回家就买进了 Taco Bell。他觉得 Dunkin' Donuts 的咖啡比别家都好喝，店里还永远客满，于是也买了它。他出差住饭店，听到饭店员工抱怨有一家叫 La Quinta 的旅馆抢走了他们的生意，他回头就把这家公司查清楚，然后买进。一个普通顾客的眼睛常常比一份厚厚的分析报告还要准。Lynch 还叫你别去管那些总体经济的预测，他有一句很毒的话，如果你一年花13分钟去分析经济，那你就浪费了其中的10分钟。他也提醒你别去猜买进的时机，因为为了等股灾，为了躲股灾而错过的钱，远远多过股灾本身真正赔掉的钱。1989年，他把这一整套想法写成了一本书《One Up on Wall Street》，中文书名叫《彼得林区选股战略》。这本书到今天卖了超过100万册，成了无数散户的第一本投资启蒙。但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很诚实的转折。Lynch 最担心的其实是大家误会了他。很多人把买你懂的这句话简化成了买你听过的。他们看到一家店很红，连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、欠了多少钱都还没查，就急着把钱砸了进去。Lynch 说这不是投资，这只是在碰运气。买你懂的从来就不是叫你凭感觉乱买，而是叫你从你熟悉的东西开始，然后去把功课做完。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词来笑那些什么生意都想插一脚的公司，多角化，最后做成了多惨化。而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最后。1990年 Lynch 才46岁，正红得发紫，他却选择了离开。原因很简单，10岁就失去父亲的他，不想错过自己孩子的成长。他亲手放下这支全世界最强的基金，示范了一件比赚钱更难的事，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够了。从1989到2026，30多年过去了。今天你只要滑一下手机，就能买到全世界的股票。AI 的故事满天飞，社群上的人追着迷因股跑，资讯多到你一辈子也看不完。Lynch 那句买你懂的，比任何时候都更红，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误会。所以请你记得它真正的意思，你的优势是你的观察，加上你亲手做的功课，不是内线，也不是听来的名牌。你每天逛的卖场用的那个 App 确实是很好的线索，但它只是线索，不是答案。看到之后，你还是得自己去把那家公司弄懂。Peter Lynch 把投资这件事从神坛上交还到了你的手里，剩下的功课得你自己做。这支影片是猜书系列第6支，下一集我们继续猜下一本改变了无数投资人的经典。